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。日军为了尽快结束战争，准备孤注一掷，计划集中其精锐部队，在汪伪政府的配合下，大举进犯湘北，企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占领长沙，打破僵局。 请坐。各位，昨天晚上军部下达了第538号大陆令，批准了11军司令阿南中将的第2次长沙作战计划，代号“加号作战”。第1次长沙会战，我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，但是中国军队妄图负隅顽抗。 阻挡我军前进的脚步，所以此次作战，我们必须彻底摧毁中国持续抵抗的希望，把第9战区一举歼灭，一举拿下长沙。由于南方战线的展开，第11航空大队将被调离，因此缺少了必要的空中支援，这使得 我们必须做好后方的支援保障工作。这2位是11军派来的军事顾问，伊藤君和坂本君，他们将留在上海，作为这次后勤保障工作的总负责人。他们将和南京方面进行接洽，确保此次加号计划的军需物资供应。 渡边君，散会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是。渡边君，你是临危受命，在这个时候被调来上海，负责特高课工作，这是内务省对你的信任，对你的认可。同时，我也对你日后的工作寄予了厚望。在下一定不会辜负营佐中将和内务省对我的期望。这个，你拿去。 今天是公共租界副董查尔斯的生日，他要在红雀俱乐部开个 party， 上海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，你先熟悉熟悉那里的人，这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帮助。我明白了。等我消息。
记住，今天有一个人一定会到场，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他打打交道，可能以后他会是你主要的对手。他是租界里最大的古董商，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是军统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。这个人叫冯楚良。冯老板，冯老板，哎，你好，冯老板，你好，冯老板，冯老板，哎呀，老冯，嗨 ，Happy Birthday！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怎么刚到呢？哪儿的话，查尔斯先生过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不到呢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你们不想见我，我还想见你们呢。先生，对面包房的朋友送给您的酒。殷参军，你这边还有朋友？先生，你不能来这里。你是谁？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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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各位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。哎，我们去那边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陆边军，查尔斯，这是我的老朋友楚云轩的老板冯楚良冯先生。久仰冯先生大名。渡边先生才来上海，怎么能谈得上久仰我的大名呢？这个人叫冯楚良。莫非我的名字早就传到日本去了？你可不要轻视这个冯楚良，他可是军统的老牌间谍，特别是他在上海的关系网非常复杂，你跟他打交道要格外的小心。各位一会儿见啊！但闻其声，愿识其人。冯先生一进门就是全场的焦点，我当然会对冯先生您心生好奇、敬仰之情了。好奇，或许有那么一点点，敬仰就不敢当了。渡边先生工作不就是研究人的吗？那也得分是什么情况，还有是什么人。我们研究的都是对手。我们今天都是来参加查尔斯先生的生日会的，都是朋友。来，为我们的友谊干上一杯。好，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。干杯！好，干杯。查尔斯，
大家难得轻松一天，要不要摸2圈？啊，我的手也正痒痒着呢，一起玩吧。渡边先生，摸2圈。啊，我不会，不啊会。让冯先生见笑了，我真的不会。哎呀，渡边先生啊，能来到上海坐到您这个位置啊，起码也算是个中国通吧？怎么会说不会呢？这个，哎，来吧来吧，我都等不及了，渡边先生，来吧来吧，走。3万，糊了。你们看看啊！我发现啊，你们3个个个都比我会打，这奇了怪了啊！这明明就是中国的东西，你们外国人玩的那么转，这叫我们中国人以后往哪儿待呀？来，接着来，来，继续说。不错。科长。啊，各位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回去了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有什么事让手下去处理就行了嘛。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下次咱们再玩吧。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先告辞了。伊藤和坂本是在哪里被杀的？在棉花俱乐部。是谁干的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是一个人干的吧？对，是一个人。去营佐将军那里，快点。科长。这1个月里，有好几名日本的高层人员被暗杀。苏州的爆炸案，军部的10几名官员被炸身亡。紧接着是杭州，日本天皇特使又出了事情。11军的军事顾问刚刚到上海，又出了事情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我担心这次暗杀行动会不会和加号作战计划有一定的关系呢？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你要彻底清查，绝不能影响加号计划的进行，不能让它受到任何影响。是，我马上就会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老板，昨天晚上我都知道了。昨天我去参加查尔斯的生日会，见到那个新来的特高科负责人，他叫渡边。特高科派了新的人来。
他们那儿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的动作呀？很有这种可能，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啊。最近。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大老远回来也不通知一声，好派人去接你啊！爸，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在外面独立这么多年，回来一趟还用您来接？是，大了，女儿大了。爸。哎呦，哎，老大，哎，买些菜，煮些宇飞喜欢吃的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不用，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包在我身上好了。哦，你，菜来了，今天你们要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！我在国外啊学了好多菜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好，那这是你喜欢吃的红烧肉。我怎么看这些菜都是你景堂哥爱吃的？哎，对了，景堂哥人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最近店里生意忙，他到外地去进货去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过一阵子吧，说不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他还要去好几个地儿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真是的，我还想吓吓他呢。你吓我还吓得不够啊！景堂哥要是回来，你提前告诉我，但千万别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你走那一天，爸让他过来送你。送我？哎，我没打算再走啊，我已经打算好了。我真的打算好了。我们校长啊，给公济医院写了一封推荐信，喏，我马上就要去公济医院工作了。工作你别胡闹你！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听妈说，爸不是不答应你回来，而是现在的情况和5年前完全不同。你现在回来，真的不合适。我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。现在国难当头，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我们班的同学都已经回国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呀？哎呀，爸，我都已经23岁了，我也该为自己做决定了吧？爸，你先听我说啊。哎，来了！别摇！爸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求求你了啊！哎呀，好了，老板，答应我。老板，哎哟，小姐回来了。学生好。哎，好。哎，老板，有笔生意。想听听您的意见。啊，去书房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徐叔有点事儿要谈，有什么事儿晚点再说哈。啊，好，来吧。什么事儿？重庆机电有新任务。刺杀唐宗年，这个人我知道，王伪政府的要员，汪精卫最重要的助手之一。以前在日本留过学，汪伪政府很多对日的合作都是经由他出面执行的，一直负责为日军补充军需物资，使我方造成很大的损失。老板，这次任务交给我吧。还是交给锦堂吧。好。老徐，帮我去准备一点唐宗年资料，还有他在上海的行程安排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德善，你还是负责策应锦堂，完成任务，好吗？
对了，帮我联络一下景堂，我要见他。好。来了。有什么新任务？这次是个锄奸行动，目标是一个王伟的要员，叫唐宗年。时间下周2上午8点，地点海参饭店门口。下周2上午8点，汉森饭店门口，对象唐宗年。要注意了，地点比较特殊。汉森饭店附近可供你活动的空间不大，所以你只有开1枪的机会。我知道了。千万记住，只能开1枪。唐宗年的安保做得很严密，不会留给你太多撤退的时间。我会让德生配合我行动的。会的。那个特高科换了新的负责人，他叫渡边。我还没摸清楚他的具体情况。他刚刚上任，就杀了伊藤和坂本。这见面礼让他很难堪。好，别的就不多说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家。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截获的电报。重庆方面要趁着唐宗年来上海开会的机会刺杀他。唐宗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，他负责军需物资的运送和保障任务。这次行动，他有可能参与，这回绝不能再出现任何问题。我知道唐宗年的重要，所以感觉事情有些棘手。要是那个杀手再出现的话，我会派一个得力干将去协助你工作。他就是大日本帝国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田中美惠。他就是唐宗年，南京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，现在已经到了上海。英佐将军已经交代过了，让我协助你保护唐宗年的安全，仅听从您的调遣。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个杀手，这1个月内接连刺杀了我们多名要员。这我知道。我们截获了重庆方面的情报，他们很可能会趁着唐宗年开会的机会进行刺杀。我担心这个杀手会再次出现，所以只有拜托你来对付他。唐宗年的会议地点在哪里？汉森饭店，所有资料都在这里。我会先去那里勘察一下。这是谁？唐宗年的机要秘书，也是保镖，名叫亚楠。你是唐宗年先生的机要秘书亚楠小姐吧？是的。那么，请问亚楠小姐，唐宗年先生这次来到上海，和伊藤坂本先生被刺的事件有关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无可奉告。
那唐宗年会在上海和谁见面？具体谈些什么呢？唐先生这次来上海，只是来出席租界华人商会的活动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此之前，唐宗年先生提出的中日之间4点经济合作的建议，有没有具体的方案？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？我是《时代报社》的记者，之前采访过唐先生。我记得你。这个问题我会和你详谈，我会到报社去找你。采访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进来。主编，有位亚楠小姐找你，请她进来。请。主编，我来了。主编，亚楠向您报道。亚楠同志，辛苦了。坐。好。亚楠同志，这几年你一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唐宗年的策反工作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只要能把唐先生顺利地送出上海，我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。喝水，来。谢谢。好，你把唐宗年的情况介绍一下吧。唐先生现在住在南京方面安排的官邸里，他很想见你，是不是马上安排一下？好，你尽快安排吧。由于近几年南京政府接连有高官叛逃，所以官邸里都有监听设备，去那里不安全。这样，你把唐先生带到报社来，我们在这里见面。好。整个汉森饭店的地形相对来说比较特殊，从唐宗年官邸到汉森饭店，一路上可以伏击的地点很多，但大多数都不能算是好的伏击点。如果是田中小姐执行这次刺杀任务，你会把伏击点设在哪里？就是这里。对面是菲尔斯饭店，一枪毙命。果然是绝佳的地点。从这里看过去，整个汉森饭店都在视线范围之内。只要唐宗年一下车，就会立刻暴露在可射击的范围内。加上距离相对较近，只要打得准，唐宗年必死无疑。但问题在于，只要枪声一响，饭店就会被迅速包围，几乎没有撤离的时间。对了，那天的安保措施由谁负责？租界那边有巡捕房的人保护，南京那边也有人，但是只能防止对方的近身攻击。就是说，如果对方要来杀唐宗年，很难近身攻击。对，每个进出采访的记者都会被要求搜身检查，包括他们随身携带的相机。而且外围都有巡捕房的人进行控制，人又非常多，对方很难下手。就算动手，也根本无法撤离。报告，进来。刚截获的电报，是重庆再次强调，务必在周2那天刺杀唐宗年，必须要完成任务。嘿，唐宗年难得来一次上海，看来重庆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。看来重庆那边是要放手一搏了，他们一定会派出一个最好的杀手。我认为，我们在无法封锁饭店，也无法确定杀手身份的情况下，可以采取一个大胆的做法。由田中小姐在唐宗年下车的一刹那，抢先开枪。让我刺杀唐宗年？
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唐总年的资料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只是现在我想去实地看一看。走。喝茶。谢谢。家兄唐宗武从香港带来密件，说贵党方面能够帮我平安撤到香港。唐先生，不光是宗武兄，你们南京政府的好几位要员，都是我们安排离开的。这我知道。我不怀疑你们的办事能力，不过我和他们的情况，略有不同。哦，那唐先生说说看。早在长沙会战开战之际，我就被派去和日本人合作。请注意，我是被派去和日本人合作的。军费、情报、物资补给，日本人要什么，我就得给什么。在所有中国民众眼里，我是民族的罪人。好在长沙保住了，否则……是啊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。唐先生这次是做对了，我们欢迎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并不担心日本人的监视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威胁来自于重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。我手里有一份情报，这份情报不但对你们非常有价值，而且可以救重庆，甚至可以救中国。前提是，你们必须保证我平安离开。唐先生，咱们不是在做交易。即使你手上没有情报，只要你打起抗日的旗帜，一心救国，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您。对我而言，这就是交易。我是个罪人，只求赎罪活命。你们要的东西我有，而我想做的事情，你们能帮我做到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多问一句。你手上到底是一份什么情报？日本人很快会有大的动作，代号“加号计划”。我目前告诉你的只能是这些。在我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会把部分内容告诉你们。等我到达香港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全部的内容。好。没有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7点10分，唐总年会从公寓出发。他在进入法租界前这段时间里，你没有下手的机会。8点前，唐总年会在汉森饭店下车，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露面的机会，所以你必须在他下车的时候开枪。我再次提醒你，你只有开1枪的机会。最佳伏击点就在汉森饭店对面这栋菲尔斯酒店。都看过了，最佳的伏击地点是菲尔斯饭店朝南的房间里。这样，我去看看。全订满了？是的。谁订的？是被一个日本人订了。好，谢谢。下周26楼朝南的房间全被订满了。全订满了？被一个日本人订的。那我先上去，你到汉森饭店门口给我当个靶点。好。
来日本人对唐宗年的保护工作做得很细致。除了6楼之外，我相信他们对饭店的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安全监控。要不要换个地点？不行，就这儿。6楼有个储藏室，可以作为伏击点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5分钟。好，我提前5分钟等你。报完事你怎么撤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到时候楼下都是他们的人，而且开枪之后，唐宗年的贴身护卫会混着枪响的方向到这儿来。除非我能够名正言顺地从正门走出去。还要我做什么？你帮我准备一把毛瑟 98K， 单发填弹。你怎么带进去？我来想办法。爸。爸，喝汤。慧龙啊，爸，我知道，不跟你说一声就自己跑回来是我不好，可是5年了，我都5年没有见过你和哥哥了。我每天都在想你们，每天都想回到你们的身边啊。为什么你能让哥哥待在你的身边，却把我一个人撇得那么远的地方呢？雨飞，爸老了。爸，别那么说。哎，真的，爸真的老了。越老，爸就越在乎你。爸答应过你妈，让你过得平安，过得幸福，过得快乐。可是爸越老就越害怕。爸不是因为怕自己变老而害怕，爸是怕没办法给你更多。爸，啊，主编，行动计划都已经印好了，您看看。哎，你们看，广告里产品的上市时间，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时间；挂钟上的时间是轮船的起航时间。务必在这个时间前把唐宗年送到码头。嗯。这组数字代码代表各个小组的接应地点。那我们有备案吗？这是厂家的地址，如果出现意外情况，你负责把它转移到这里，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。明白。另外告诉唐宗年，到时候我会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现场，让唐宗年放心。我给他准备了2条路线、2个车队，活动结束后，我会根据实际情况，随时给他选择路线。好。这段时间，唐宗年和你在一起，他有没有提过情报的事？他说上船以后会告诉我们上半部分情报，等到了香港以后，他会以数字的方式传送给我们下半部分情报。只能这样。你要贴身保护好唐宗年，寸步不离，直到他离开上海。是。
先生，你找谁啊？我找你们工程部的主管。你是？哦，电梯例行维修保养。哦，不用通知工程部了，你去检查吧。好，谢谢。检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电梯的控制面板要换了，已经过了使用年限了，而且电梯的指针也坏了。哟，还真是。那需要多久啊？最快明天吧。行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那你通知一下他们，暂时电梯不能使用。好，那辛苦了啊。不客气。嗯。唐先生，不用紧张，韩主编已经准备了2套方案，我们一定可以顺利上船。但愿如此。到时候，韩主编会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会场，等会议结束以后，他会带一队车返回到这里，我们上另外一辆车，直接去码头。明白。香港那边，我们已经通知了您的同僚，宗武先生会负责在那里接应。上船之前，我会交给你一样东西，然后告诉你怎样去取情报。好。怎么了，唐先生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在我身边潜伏多少年了？
3年。你也是工党？是。滴水不漏，高人。你会杀人吗？例如，把我杀了。如果接到那样的命令，随时都可以。看不出来，这么细嫩的一双手，居然也会摆弄刀枪。幸亏我醒悟得早。你必须抢在唐宗年下车那一刻提前开枪，但只准打非致命的部位。你一旦出手慢了，对方就会得手。只要你抢先开枪，对方就没有了机会。我再次提醒你，唐宗年的安保做得很严密，记住啊，只能开1枪。唐先生，韩主编已经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他果然在。一切按我们的原计划进行。我先下车，不要紧张，外面有我们的人。好的。计划取消，先救人，马上送医院。在这边。
快走！这个日本女人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她会开枪？汤宗年到底死了没有？难道日本人也要杀他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叶锦堂没有想到会有人提前朝唐宗年开枪，而自己也成了杀手的目标。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，又有太多的疑问。难道这一切是一场预谋？干什么呢？修电梯的。修电梯的，走，快走！有血！快点，打那边！快！快！快抢救！来，动作别太大了，快慢一点。来，哎呀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动作别太大了啊！快抢救！小心啊！小心！我是唐先生的机要秘书，现在马上封锁医院，一个人不许进。是，快，赶快封锁医院，快！是。快！哎，这位先生，你不能进去，现在医院已经封锁了。长官，我来救我妹妹，我妹妹在里面工作。现在任何人都不许进去，医院里是最安全的。如果你妹妹在里面的话，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了。我来救我妹妹回家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妹妹不能出来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什么？有人提前开了枪了？对。什么人做的？不清楚。枪从哪里打的？是6楼，但不是景堂所在的位置。他换了伏击点了？没有，那枪声不是景堂的枪发出来的声音。那栋楼里有另外一个杀手。另外一个杀手？对。唐宗年死了没？没有，现在在医院急救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
唐宗年在哪家医院？法租界的公济医院。公济医院？就宇飞那家医院？我赶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宇飞在给唐宗年做急救。我当时想把宇飞带出来，可巡捕房的人把我拦住了。外人现在进不了医院。你赶紧给我联络景堂，我要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。老板，唐宗年怎么办？我先去趟医院看看唐宗年的情况，再想办法把宇飞给带回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去吧。冯楚良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他不想让宇飞回来，就是因为害怕宇飞早晚会被卷入这场是非之中。而让冯楚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。他在想，这一枪究竟是谁开的呢？唐宗年是生是死，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未知？冯医生，冯医生，唐先生的情况怎么样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伤口的清创和缝合都没什么问题，就看手术以后的恢复情况了。谢谢你啊，冯医生。应该的。宇飞呀，陈嬷嬷，宇飞，以后你就专门负责唐先生的术后恢复工作。今天我就把你的办公室搬到唐先生病房的那一层。一会儿把你的办公室收拾一下啊！谢谢陈嬷嬷。冯医生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有你们照顾唐先生，我很放心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你啊，冯医生。我能不能看一下唐先生的病房？好，没问题，跟我来。好。按照你的要求，特地给你们准备了一间加护病房。谢谢。冯医生，除了这个楼层不要让其他人进来以外，我还要在两边加派几个保卫人员。巡捕房那边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，放心吧，这个楼层不会有外人进来的。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你一直跟在唐先生身边，不知道你是他的啊？我是唐先生的机要秘书，叫我亚楠就好了。难怪，我很少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这么镇定的。工作需要，没办法，必须这样。你不也一样？那我们去看唐先生。嗯。钱野君已经告诉我了，这次的计划很成功，辛苦你了。唐宗年被我打中了右腹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看到那个杀手的样子了吗？看到了，他被我打中了一枪，伤在左臂，这样应该更容易找到。好，终于有些眉目了。继续追查，一定要把这个杀手除掉。是，因为只有我看到他的样子，所以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科长，有消息了。唐宗年被送到了公济医院，巡捕房那边也插手了这件事情。公济医院在法租界，所以巡捕房必然会接手这件事情。也好，他们封锁了医院，那也能保证唐宗年的安全。而且，南京方面的人一定会在医院里保护唐宗年，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。可是唐宗年不在我们的手里，
我总是担心会出现一些意外。我会去和租界工董局警务处的人谈转移唐宗年的事情，但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这段时间，你派人在医院盯着，一旦有什么状况，随时回来报告。嗨。行了，我先回办公室了。有什么需要的话，直接来找我好了。谢谢你，冯医生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唐先生，感觉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唐先生，刚刚出了一点意外，是我们的安保工作没有做好，是我们的失职，对不起。不关你们的事，我知道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唐先生，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你好好休息，主编会尽快的想出方案把你转移出去。要快，一定要快。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上海的消息。唐先生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身保护你的。你好好休息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一进医院就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做出一些成绩给你看看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够成为你的骄傲。到时候看你怎么说。主编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伤到了腹部，幸好没有生命危险。他需要多久才能出院？按他现在的体质，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康复。主编，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暴露了？有可能是军统出奸团干的。记住，你先以南京方面的身份留在医院，救治唐宗年，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。
我会另外安排撤离计划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没问题，我会尽全力保护唐先生的安全。我最担心的就是南京政府方面如果知道唐先生的事情，会把他接走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计划就很被动了。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好，你自己小心。报告，来自南京方面的消息。怎么回事？你受伤了，要紧吗？没事，只是受了点轻伤，我已经处理过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在我之前开了一枪，一个女人，日本人。日本女人开的枪，你能确定吗？我跟她交过手，我能确定她是日本军方培养出来的女特工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补一枪啊？汤宗年一摔倒，等我再重新找到位置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汤宗年现在怎么样？只是受了伤，他被送进了公济医院。这个日本女人跟我交手的时候看到过我的脸，我得换个地方，然后想办法进医院。你还要继续刺杀汤宗年？任务没完成，出了意外，我必须补救。走。德胜，你先撤，到法租界等我跟你会合。好。给我追！
唐宗年一出事，南京方面立刻会有应对措施。为了防止节外生枝，必须尽快把唐宗年从医院转移出来。对付医院的巡捕房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亚楠利用他的身份就能过这一关。关键是特高科，这次行动和汉森饭店的不一样，我们要想调动唐宗年，完全是在渡边的眼皮底下行动啊。唐宗年一出事，日本人立刻就紧张起来。我担心，如果他们怀疑到唐宗年想要投诚的话，会全力把他控制起来。好在唐宗年还在法租界的医院里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进来。主编，这是刚送来的密件。好。总部来的。怎么说？让我们彻底查清楚关于加号计划的内容。看来这个加号计划一定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尽快得到唐宗年手上的这份情报。这个加号计划究竟是什么？刺杀唐宗年的人会不会跟这个计划有关？形势一下变得复杂起来。韩东林知道，刺杀唐宗年的那一枪不过只是一个开始。他要想得到唐宗年手上的那份情报，就必定会遇到更大的挑战。进来。你受伤了？只是个意外，被流弹擦破点皮。看来你还是让那个杀手逃进了法租界，是吗？我不会再让他轻易溜走，我一定会再把他找出来的。进了法租界，很多事情就不是你想的这样了。我有我的办法，怎么做，不用你担心。听说了没有？刚才租界周围有枪声，打得很厉害。对呀，医院又来了一批巡捕房，看来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对了。看来这次医院里也要不太平了。嗯。冯医生，你们两个出来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冯医生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照顾好唐先生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知道吗？嗯。不管唐先生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，只要到了这里，我们就必须要负起照顾好他的责任。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所受的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所以我们更要注意病人在心态上和精神上的康复，要尽力的安抚他的情绪，尤其是在这段时间。知不知道？嗯。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情况比较稳定，现在可以正常进食了。嗯，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嗯，好。冯医生，怎么了？唐先生有情况吗？哦，我是怕他们打扰到唐先生的休息。现在唐先生恢复的还不错，我就先回办公室了。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来找我吧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唐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就知道，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。您多虑了。刚才我都听到了，租界那边又打起来了，说不定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对，巡捕房的人又多派了几个人来，加强保卫工作。
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担心的是，一旦南京方面知道了我的情况，会怎么处置我？南京方面如果知道您现在的情况，他们一定会通知我。你放心，我会尽量拖延时间，韩主编也会尽快把您转移出去。出去？要想离开这个医院，谈何容易？这枪一打，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南京方面，日本人迟早会知道我要投诚的事。如果是那样，即便他们会让我离开这所医院，也绝不会让我离开上海。唐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说到的一定会尽力做到。现在不单单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这关系到整个战场还有国家的局势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身体，好好休息，不要再多想了。我就在外面，有事的话就叫我。哦，亚楠，刚才那个女医生，她叫什么？哦，她叫冯雨霏。这段时间她会留在医院一直照顾您。好好休息吧。冯雨霏，锦堂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租界，现在巡捕房正在大力追查刺杀唐宗年的事情，但是我想景堂应付巡捕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老板，重庆又来了急电，怎么说？问我们这次行动的结果，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？你就如实回答重庆，说任务出现意外，现在正在全力补救，就这样。看到没有？这上面催得这么紧，所以刺杀唐宗年的任务不能停下来。赶紧联络景堂，告诉他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要进入医院完成任务。老板，雨霏现在就在医院里边，我怕我们进入医院贸然行动的话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雨霏。如果景堂进入医院行动，早晚会碰到雨霏。我们要不要通知景堂，雨霏现在就在医院里面？先不用。景堂一旦进入医院的话，他一定会观察。如果真的发现雨霏的话，他一定会避开。他能躲开那么多敌人，难道躲不过一个雨霏吗？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。还有雨霏，我们现在也不能提醒他，毕竟我们的真实身份他还不知道。我们的事儿，他还知道越少越好。哎，你去配合景堂，想办法进入医院。但记住，一定要告诉他行动的时候要迅速准确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还好，没什么大事。老板完全同意你进入公济医院继续刺杀唐宗年的计划，让我配合你进入医院。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这样，你给我换一个新的身份。汤永桥。对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走，我也要去公济医院，咱们俩分头行动。
主编。好，好，李老板，那先这样，改天我再登门拜访。好，再见。技术部截获了一份电报，南京方面已经知道了唐宗年要投诚的消息。我们必须马上把唐宗年转移出去。永孝兄，都办好了。不错。昨天我去医院仔细排查过了。怎么样？公济医院现在虽然让巡捕房控制了，但医院还是在照常运营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还是可以接收病人。你想以病人的名义进入医院？对呀，可以在我的枪伤上做文章。7.63口径的子弹，伤口浅，出速小，一看就是西班牙仿毛色的。上海大大小小的帮会里边都用这种枪，所以你可以利用一些帮会的关系，制造一场假纠纷。你希望什么时候行动？越快越好。好，我陪你好好演场戏。哎，站住！医院暂时被封锁，这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不让进？你看看他这伤。那没办法，你去别的医院吧。别的医院离得太远，我的伤口需要马上清理。怎么了？这个枪伤病人非得进咱们医院，拦都拦不住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在俱乐部里，帮会的人打起来了，我不小心中了一枪，伤口一直在流血。还好，这是伤了肩，他的肩膀流了好多血，需要马上处理，否则会感染。让他进来吧。那行吧，就让他进去吧。快！你不能进去，只让病人进去。那你先回去吧。冯医生，你好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是昨天新收的一个枪伤病人。陈嬷嬷不想让你分心，所以她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她在哪儿啊？就在3楼。陈嬷嬷想让你专心照顾唐先生，你就不用管这件事情了。听说巡捕房的人还要继续留在医院。和唐宗年有关的医护人员都不能离开医院，说是怕消息传出去对唐宗年不好。只要是对病人有利，那我们就配合吧。另外，恭喜你啊，冯医生，你终于正式成为主治医生。这可是我的第1个病人呢，谢谢你啊。冯医生，唐先生现在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去看一下？哦，走。听说昨天医院里新来了一个受枪伤的病人。是啊，我看过病历了，不是很严重。就住在唐先生的楼下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，都没能让你回家。应该的。哎，等等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可以问他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病人昨天晚上伤口有破裂，刚才又做了一次手术缝合，现在情况还不错，但不要太长时间。带我去看看。请跟我来。唐先生，我想了解一下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去喝酒，喝到我们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，准备走了，突然里面就乱成一团了，也不知道是谁跟谁打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中了这么一枪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是这样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就问到这里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谢谢。你好好养伤吧。我们走。护士小姐，怎么了？我们这儿都是这样的病房吗？对啊。都是这么多人住一间。有没有那种单人的加护病房？我休息不好，可以另付钱。这个楼上倒是有，不过现在没关系，楼上也可以。不行不行，楼上现在暂时被封闭了，不能住病人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我去问一下陈嬷嬷，尽量给你安排。好的，谢谢。
南京那边已经同意把唐宗年全权转交给我们处理了。那您下面有什么样的打算呢？现在唐宗年在医院里躺着，暂时不会有太大的麻烦。目前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要确定唐宗年带的情报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在必要的时候立即控制医院。嗨。可是我总是觉得留着这个唐宗年或许是个麻烦，不如……南京那边原本的意思就是想把他给解决了，但我考虑到，如果情报不在他身上，或者他已经把情报给了别人，那杀了他，这个情报我们就会彻底失去控制了。所以他这条命得先留着。我明白了。田中那里有没有那个杀手的消息？那个杀手进了法租界之后，就突然消失了。怎么会消失了？让田中尽快查。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嗨。这些是什么？都是从南京刚刚送来的材料，都是在南京唐宗年家里搜出来的，写信的是同一个人，但是他们查不出信里面写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，想让我们进行分析。这么简单的内容，不过是谈谈新闻，奇怪了。问题不大，好好休息，伤口很快会愈合的。谢谢。这位先生，这是特殊病房，你不能上来。这儿不能上来。对。可我要找我的护士。你住哪个楼层5楼。请到你住的楼层医生办公室去找护士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让巡捕房的人帮你找。下去吧。好的。亚楠姐，怎么了？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先去病房看看。于飞，唐先生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好转？怎么会比之前还厉害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肺部感染，放心吧，
我已经帮他开了新药。新药会不会对他有副作用啊？当然不会了，我会每天亲自检查的。于飞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之前来的那个枪伤病人，他伤在哪里？我看报告上说是在肩部。肩部？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的病历报告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嗯，那跟我来吧。好。汤永桥，这个汤永桥刚来医院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体征是怎样的？是休克的还是昏迷的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这是陈嬷嬷负责的病人。那他的子弹取出来放在哪里了？他送过来的时候只有枪伤，没有子弹，可能是在现场处理过了。没有子弹？我们是有规定的，如果是有子弹的话，必须先交给巡捕房处理，医院是不能直接救治的。我听说这个人好像是由他的一个什么朋友送来的。哦，是这样。怎么了？这个人有问题吗？没什么。我今天呢会多派2个人手到这里轮流值班。还有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给唐先生随时换房间，可以吗？有什么需要找我就好了。那麻烦你了。还有，我现在要回去一次，向南京政府那边汇报一下唐先生在这里的情况，所以我只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唐先生。没问题的，谢谢你。于飞，陈嬷嬷，陈嬷嬷，亚楠小姐，你父亲来了，就在医院外面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他怎么来了？